若楠与白敬亭携手主演的电影《难哄》一经上映便备受关注，尤其是原著小说曾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，因此改编作品自带流量和期待。然而，截至2月26日下午，该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仅为 5.4 分，评论超过 4.2 万条，这个数字仿佛一记重锤，狠狠敲打着观众最初的期待。观众的态度显得复杂，一方面，他们被演员阵容吸引而走进影院，另一方面，却又在观影过程中感到落差极大。许多评论直言，剧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吸引人，人设太单薄。这部电影从光芒四射变成令人难哄的失望之作，究竟是观众期望太高，还是影片确实不够格？如果说难哄有让人留恋的地方，那么画面无疑是其中的亮点。影片采用大量柔光镜头与静谧构图，制造出一种温柔、梦幻却又现实的质感。每一个场景的色调搭配都经过精心设计，尤其在夜色与雨景的表现上，呈现出一种朦胧中的情绪。导演在构图上的巧思也值得肯定，利用镜头语言巧妙地描绘人物间的张力与内心波动。例如，女主角独自坐在公交车后排的画面，透过窗外灯光的折射，将她的孤独与脆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配乐方面也贴合情绪，几段低调的钢琴旋律恰到好处地推动剧情发展。可以说，从美术设计到摄影语言，影片为观众带来一场美学盛宴，只可惜这份精致没能拯救整体剧本的塌方。白敬亭在本片中饰演的男主角呈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，他通过细微的面部表情和语气处理，成功还原了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。尤其是他眼神中的焦虑与压抑，让人感同身受，是整部电影最值得称道的部分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张汝南却让不少观众感到工具化。她的角色设定过于柔弱，依附性强，缺乏独立性与成长弧光。影片中多次出现她被男主角英雄救美的桥段，显得刻意而陈旧。这样的角色设定不仅破坏了性别平衡，也使得剧情层次变得单薄，失去了现实主义色彩。在一个强调女性力量与独立意识的时代，这样的人设难免会遭到批评，观众自然也难以投入共情。一个好剧本是电影的灵魂，而难哄的剧本恰恰是它的阿喀琉斯之种。全片结构松散，节奏不稳，许多情节像是被强行拼凑起来，观众在情绪尚未酝酿完就被拽入另一个场景，极大影响了观影体验。此外，台词也存在较多问题，很多对白流于表面，缺乏内在逻辑与情感张力。更严重的是，剧情中大量桥段毫无新意，诸如误会、逃避、巧合的套路堆叠，让人有种早就猜到的既视感。这样缺乏打磨与逻辑的剧本，哪怕演员再努力，也难以撑起整部电影的厚度。故事如果无法打动人心，那所有精美的画面和配乐都只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包装。原著小说难哄原本拥有一众死忠粉丝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，是因为对人物心理的深刻描写与细腻情感的铺陈。然而，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，许多原著中精彩的内心戏与背景设定被删减，取而代之的是直白、快速的情节推进。尤其是对于原著中女主角张汝南性格转变的描写，在电影中几乎被完全忽略，导致她成了一个只为剧情服务的空壳角色。原著粉纷纷表示，电影完全没有还原我心中的张汝南。再加上男主角的完美人设也令不少观众感到不适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，像个开了挂的白马王子，这不仅削弱了角色真实感，也让整部电影显得虚幻不堪。逻辑是任何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难哄虽然试图营造情绪氛围，但在细节设定上的逻辑崩坏却屡屡挑战观众的底线。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设定莫过于，女主角总是莫名陷入危险，最终总能被男主及时拯救。这种反复出现的英雄救美情节不仅让人疲惫，还引发了观众的质疑，是女主太倒霉，还是编剧太偷懒？此外，还有诸如人物行为突兀、背景交代不足、
剧情转折缺乏合理性的情况，严重影响了剧情连贯性。这类问题积少成多，就算演员努力演出，观众也难以继续相信这个故事。一部本应温柔动人的爱情片，最终却被逻辑漏洞毁掉了情感的张力。从社交平台到影视论坛，关于南红的负面评价几乎席卷各大热搜。许多观众在观影后表示强烈的被欺骗感，尤其是那些冲着原著或演员买票的影迷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望。粉转路，路转黑的评论屡见不鲜，一些观众甚至在评论区写道：早知道不如重刷小说。还有不少影评人表示，这部电影败在改编，输在剧本，即便演员拼尽全力，也无法力挽狂澜。这种大规模的舆论反弹，不仅让电影评分持续下滑，也让整个制作团队的专业性遭遇质疑。电影行业中，口碑往往决定长线票房，而南红的口碑崩盘，无疑使其由爆款预定变成短命作品。南红不是第一部改编失败的电影，但它却让我们再次认识到，原著再好，演员再红，如果剧本不扎实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如今的影视行业越来越依赖 IP 与流量，往往忽视了内容本身的质量。电影人应该明白，观众越来越成熟，早已不是靠明星加炒作就能哄住的群体。他们看重的是故事的逻辑、人物的真实、情绪的流动与情感的共鸣。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标准都无法满足，那么失望与批评也就是必然的结果。或许南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，你可以哄来关注，但哄不来认可；你可以炒起热度，却留不住观众。希望未来的创作者们能引以为戒，真正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。南红这部电影的起伏经历，其实就是当前影视行业的一个缩影，在内容与商业之间摇摆不定，在 IP 与创新之间失去方向。它以精美画面与实力演员吸引眼球，却因薄弱剧情与角色失衡而失去人心。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失败，更是一种警示。未来的作品想要真正打动人心，必须回归内容为王的本质，不可再依赖流量遮掩短板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或许这是一场失望，但对于行业来说，或许是一次必要的警醒。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曾看过这部电影，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真实感受。你是否也曾满怀期待地走进影院，又失望而归？你对这样的角色设定、改编方式是否接受？你认为未来的国产爱情片应该朝什么方向走？欢迎在评论区大胆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看法。图钉别忘了点个赞支持我，订阅频道铃铛不迷路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深度影评、影视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